个视频要和大家分享我割包皮的经历。首先，在网上查或者说道听途说，大家可能对割包皮会有一些错觉。我归纳了一下，就是不疼，还有就是不麻烦。我们经常听说这个吻合肌手术或者说包皮手术，不疼啊。我在做之前，我也问了很多我做这个手术的同学朋友，甚至这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就是，我以前以为没做的人，其实都已经做过了，只是当我问起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他们做过。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初中以前、高中以前就做了，所以他们记忆都不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回应，就是觉得不疼，可以接受。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建设。我的体验，至少吻合器手术是真的要命。这个痛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术前的痛，第二个部分是术后的痛。术前的时候，他打麻药嘛，我问我的同学朋友，他们都说是往下腹部肚脐眼下面打一针，然后就等它起作用。我不是，我是直接往气管上打，而且打3针，扎3次去打麻药。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扛下来的，我现在想起来简直是，而且有一针在龟头上，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扛下来的。但总而言之，你都躺在病床上了，难道跑吗？然后做完以后才是麻药过去以后的痛感。传统手术因为它手术时间比较长，有时候要持续1个小时、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所以它会打2个小时的麻药。然后做完手术以后，你在那里你不用待在医院，因为它包扎起来你可以走动，没那么疼，因为麻药还在起作用。等你开始疼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到家了，你可以吃点止疼药啊，或者是坐在那里休息一下，会稍微没那么显著的疼。我当时还有朋友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他是传统手术，还到处走动呢。我是完全做不到，因为这个手术吻合器手术速度非常快，整个手术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算上准备时间，半个小时以内也搞定了，20分钟吧就搞定了。所以他最多给我打1个小时的麻药，然后等我做完手术以后，你兜兜转转聊一聊，包扎一下，收拾收拾，基本上你就麻药快过了。那个痛感绝对不是能用不痛或者可以接受来描述的。我当时基本上就不能行动了，勉强可以走动，但是它疼得你浑身发软，而且浑身都是汗，痛的。我是一个比较皮实的人吧，但是忍不住。我当时跟医生开玩笑，我说关羽过来都得打麻药。吻合器手术它的这个封口的方式是用钛金属的钛，用钛钉去封口，其实就是一圈图钉，然后绷在一个硅胶条上面，然后去把你伤口箍起来，然后用钛钉像图钉一样把你的皮肤钉住。想骂人了。然后你在网上查这种手术方式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切口整齐，后续这个钛钉会自动脱落，这非常省事。但是实际你体验了以后就知道，晚上勃起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钛钉在扎你，就是它不只是伤口这个撑住的那种痛感，它不是那种用肉线缝起来以后那种撑住伤口的痛感，而是那个钛钉会扎你，而且有的时候钛钉会崩开，它会很早就崩开，你大家明白吗？不是说后续等你伤口愈合了一点以后，而是有一些钛钉它很早，在你这个伤口还很疼，部位还很敏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然后它脱落的时候，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你可能晚上10点、11点睡一下，12点睡一下，然后
2、3点的时候会疼醒一次，你就去上厕所嘛，然后缓一缓，继续睡，因为2、3点太早了。然后4、5点的时候会再疼醒，这个时候我就不睡了，因为天快亮了，我就不睡了，然后再等中午再补一觉，这样就是因为实在太疼了，没有办法再回去睡了，它已经彻底把你痛醒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痛感在你这1个月里会反复体验。那个钛钉它是它有2个切口，然后从这个硅胶条的2侧会崩开，崩起来以后，医生会告诉你，你要把那个翘起来的要剪掉。我一开始以为为什么要剪掉呢？无所谓吧，全掉了就好了。结果起来的那些部分会带着还钉在上面的部分，还钉着伤口的那个部分，当你触动它的时候，钻心的疼。即使是我现在已经快20多天了嘛，应该快1个月了，已经伤口愈合的差不多了，但这个钛钉抽动牵扯的感觉还是疼痛难忍。所以你跟我说不疼是没道理的，无论是术前、术中还是术后都很疼，而且这个疼的过程会反复间断，持续这么1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这是顺利的情况下，还有不顺利的情况。因为我在网上看，有的人他可能到40-50天的时候，钛钉还没有掉光，那这个钛钉8成就是长好了。这个时候你要干嘛呢？你要去医院，医生帮你摘。你想吧，不可能舒服的。我昨天是第一次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看到我的钛钉有一个掉下来。且不说是那个疼痛啊，真的是我估计持续了那么一阵子，反正是它疼起来的时候，疼的一下真的是很严重，而且它立刻就开始冒血，滋滋往外冒深红色的血，看起来蛮吓人的。然后我就赶紧涂了一下碘伏，因为医生他会给你一个纸条，纸条上面会告诉你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你在网上是查不到的。网上查好像就是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快速一样。第3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不麻烦。不麻烦我觉得包含几层意思，无论是你问人还是网上查，都会告诉你，就像我刚才说的，手术很快，手术很小，弄完了以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传统手术就拆了线就不用管了，或者说是这个钛钉的这种手术，钛钉会自动脱落，不用管了，都不用耽误上班，如何，就是不麻烦。但是至少对我来说，这个吻合器手术，你说它不麻烦是不可能的。首先，你第1天去医院，你就要腾时间去问诊，然后他会给你开这个检查的项目，因为你要看你身体条件能不能做手术。然后就检查，有的时候你不能当天做手术，因为当天可能出不来结果，或者说当天出结果，但是他手术已经排满了，他已经没时间给你做手术了，你必须要到第2天，那你要再去一次医院。去完医院做完手术以后，你要隔2天换一次药，然后再隔3天换一次药，这2次换药你都要去医院，这就已经要去4次医院了，而且是隔几天去一次，4次医院。去4次医院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自己拆纱布，拆完纱布以后2到3周你还要再去复诊一次，也就是说你至少要去5次医院。但去5次医院这是顺利的情况下，像我就不顺利，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坑了。你不出现，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就是系带那里不容易愈合。我在知乎上一查，发现好多人都有一样的情况，但是医生没有告诉你，网上也没有这样的信息告诉你。结果我去找医生，因为我觉得一直不愈合，80%都不出血了，但是都就结痂了，但是那个地方还是不愈合，甚至还有这个化脓的迹象。但是化脓大家也不要紧张，因为我在网上一查，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你在做手术前你查不到。然后我去找医生，医生就说没事儿，就很正常，这里就是好的慢。
然后去找护士，护士也觉得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处理，自己继续抹药就好了，自然就会好的，我就没再管了。但是后来我因为要去看别的问题，然后就顺便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觉得可能我太紧张了吧，然后就决定给我换药。但是护士给我操作的时候，我都有点不耐烦，就觉得没必要，所以就证明确实可能化脓也是小问题，我不知道，但反正就又换了一次药。经过这一轮的换药以后 ，OK， 那个地方是基本上完全愈合了，完全愈合了。但是还有那么三四处钛钉没有脱落光啊，还有很多苦要受呢。而且如果不完全掉光的话，你还要再去一次医院。你可以想象，也就意味着我现在还没有最后一次复诊的情况下，我就已经去了5、6次医院了。这个月基本上报废。为什么？第1周不用问，太疼了，你基本上什么心思都没有了。疼到什么程度呢？就不要说你坐下来让我学习了，我晕3D晕得非常严重，但是因为伤口太疼了，所以我连那个以前玩不了的这种3D 游戏我都能玩了，不晕了，因为太疼了，疼到不晕。我现在再回去玩，就是那个德军总部，我再去玩已经不行了，玩不了了，就是会晕3D，又开始晕3D了。但当时疼的不晕3D，我直接把那个游戏通关了。你要做各种事情来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否则的话太疼了。第1周过去，然后第2周就是差不多是拆了纱布，然后开始要自己抹药了，1周到2周的时间。少的时候每天要抹3、4次，多的时候每天要抹5、6次。比如说你某些部位一直不愈合，然后你可能一天下来难免会弄脏，所以你要经常用碘伏去清理。这个过程就可能一天要抹5、6次。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上班的话，你怎么抹碘伏？你怎么按时定时的去抹碘伏？我觉得不现实。但是你还不能不抹，因为我就有一次，它是一整天的一个会，我就去听会，然后没有按时抹，它就开始刺痛，就很明显就是有点发炎，不舒服。所以你跟我说不麻烦，不耽误上班，哎呀，究竟是谁在传这些谣言？我真服了。就是如果大家要做的话，最好是预一个暑假的1个月，这1个月最好是你就不用出门为好。做完手术前2周都可以坚持下来工作和学习的人，真的我佩服你。所以这是我的切身体会。而且当发生这些情况以后，我去网上查，我当然不是问题最严重，不是最麻烦的，但是这种做完包皮手术以后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去花时间解决的人非常多，情况也非常丰富。大家无论如何就是要做好这个时间的准备，心理的准备，再去做这个手术。不要告诉我它是小手术。用护士的话说，虽然它这个伤口不大，但是毕竟部位比较特殊，部位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它伤口不大，所以你止疼啊、换药啊，或者是就是各方面这个手术以后的这个保养都会简单一些。然后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需要我们自己忍受麻烦和忍受疼痛，还是需要一点意志力的。就这样，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 兄弟姐妹们，这个视频是向大家汇报我在包皮环切手术2个月以后的体验。首先是很多人关心的有没有留疤的问题，这个毫无疑问，因为你那么大的伤口，它不留疤是不可能的。而且那些愈合的比较慢的地方，我发现它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瘢痕增生。所以如果大家很在意这个疤痕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不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我也研究过，就这种类型的疤痕应该会在6个月左右消退掉，但是肯定跟原装的不一样了。
而且在恢复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很在意的话，可以买一些辅助消除疤痕的药膏。但是我有在网上查过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算了。第二是敏感度方面，我自己的感觉用起来以后没有那么敏感了，甚至有的时候龟头都没什么知觉，很麻木。我没有想过，我猜测，因为首先是它原来包着嘛，所以你在没有包皮以后，它的这个摩擦还有这个形成角质层，会让你敏感度有一些生理上的下降。其次就是你做完手术以后箍了很久，所以我感觉它也有点箍麻了，用起来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不敏感了，而是敏感地带转移了，正在愈合的伤口和原来包得最紧的冠状沟附近，它会变得分外敏感。所以可能因为这部分太敏感了，会导致原来的敏感带显得没那么敏感。其次就是很多人关心影响不影响长度，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自己觉得它肯定是没有影响，物理上的影响是没有的，无论是从医学上还是从我的现实角度。但是视觉上我觉得是变短了，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下雨了，包皮包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像屏风一样，它有一个视觉的错觉，让你不知道它实际的长度。但是这个包皮割掉以后，实际长度完全显露出来，那反而会显得短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不要在意，因为你也没什么办法。如果你有20公分那么长，就算它少个1-2公分，你也有18公分。但是如果你本来就很短，那只能说不是包皮的错。接着在体验上，硬度、时长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觉得没有。不过我这段时间有在开始锻炼身体，我已经估计有10年的时间没有好好锻炼过了。我就感觉你一开始运动，你当天就可以感受到不同，所以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运动吧。其次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卫生，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一直有性生活，但是一旦割了包皮，我可以一直保证自己卫生清爽。我最初有一点点担心，怕它割得不干净，或者说是难免还是会包回去，但是事实上我手术很成功，这1个多月吧，这个干爽的感觉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轻松。一方面是我自己无论是学习、工作、玩游戏还是读书，经常需要坐着，我日常的舒适感有很大的提升。而且如果你考虑对方，有时候你会突发奇想，或者说你们两个兴之所至啊，这个时候对2个人来说都是方便又卫生。因为准备工作会做的比较少，所以也不影响兴致。虽然要受一点苦，有一点风险，而且可能要有一个很长的习惯、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但是长远看来是利大于弊的。